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大家谈节目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如果您活到了75岁，还能做到这3件事，恭喜你，你的晚年真的赢了。我退休前在一家大型安养院工作了30多年，从第一线护理到行政管理，见过形形色色的长辈，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家庭。有的长辈90岁了，还能在院区的小花园里跟来探访的志工说说笑笑，帮忙照顾刚入院的新伙伴，走路带风，讲话中气十足。但也有的长辈才刚过70出头，眼神就已经暗淡无光，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日子过得漫长又煎熬。这2类长辈到底差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，今天要跟各位彻底摊开来说清楚。先来说第一件事，就是75岁了，身体还能完全自理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求不高，但我告诉各位，能真正做到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少很多。在安养院，我每天早上巡房，最让我心疼的不是躺在床上喊痛的长辈，而是那些头脑清楚、心里明白，却因为身体无法动弹，连翻个身、擦个嘴角都要开口麻烦别人的长辈。那种眼神我这辈子忘不了。有一位林阿北，72岁，平时看起来身体还硬朗，结果因为长期忽视高血压的管控，某天清晨突发中风，左半身从此不听使唤。起初他还能扶着墙走几步，后来因为缺乏规范的复健训练，情况越来越糟，最后只能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度过余生。他的子女都很孝顺，每周末轮流来照顾他，没有一句怨言。但我每次去探望，都能看到林阿北眼底那一抹藏不住的愧疚。有一次他小声跟我说，张宏志啊，我这条老命把我的孩子都拖累了。那句话让我当场鼻酸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常常把孝顺看成是子女的责任，但有没有想过对自己的身体负责，让自己尽可能在晚年不需要人照顾，也是我们身为长辈能送给孩子最珍贵的一份礼物。自理能力不只是尊严的问题，它关系到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质量。那要怎么做才能维持自理能力？这里我要重点提醒一个现在很多长辈都不知道的威胁，叫做肌少症。很多长辈为了控制血糖、血脂，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碰，天天喝稀饭配酱瓜，人是瘦了，但肌肉也一起流失了。腿部肌肉是我们维持行走能力最重要的关键。我们常说腿是人的第2个心脏，这句话真的不是玩笑话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拧毛巾开始没力气，或者过个马路步伐变小变慢，上楼梯双腿开始发软，这就是警讯了。请务必在每天的饮食里多补充豆腐、鱼肉、鸡蛋这类优质蛋白，把肌肉留住，就是把自理的尊严留住。另外，我非常推荐各位每天做靠墙深蹲，就是背靠着墙缓慢往下蹲到膝盖90度，维持30秒，每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零成本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安全性高，对大腿4头肌的训练效果非常好。很多在我认识的70、80岁的长辈，就是靠这个简单动作走路走了20年，还不用人扶。第2件事是75岁了，头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清醒。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老糊涂，在医学上就是认知功能退化的表现。失智症的征兆，往往在人们察觉之前就已经悄悄开始了。我在门诊接触过一位72岁的退休老师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血压正常，没有3高。但家人发现他最近说话开始语无伦次，刚说完的事情转身就忘，有时候还会固执地说有人要害他，出现了一些妄想的迹象。虽然当时还没有确诊为重度失智，但那种趋势已经让他的太太和孩子们喘不过气来。头脑清醒是从始至终都至关重要的事情。75岁的生命如果失去了清醒，剩下的岁月既是自己的折磨，也是家人的煎熬，要怎么保护大脑？我给大家提几个在家就能做到的方法。首先是要持续动脑，不管是看书、写日记、下棋、打麻将，甚至学用智慧型手机，这些都是在给大脑做运动。大脑跟肌肉一样，你不用它，它就会萎缩。
其次是要保证睡眠质量，因为大脑清除毒素的工作主要发生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。如果长期睡不好，大脑里那些跟失智症有关的废物就没有办法被有效清除，风险就会上升。再来是控制好慢性病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如果放任不管，都会加速大脑小血管的损伤，这是血管型失智症最常见的成因。这里我还要特别唠叨一件事，就是用药安全。台湾的健保制度非常方便，很多长辈觉得哪里不舒服就去看医生，今天看心脏科，明天看骨科，后天再看肠胃科，结果每个科的医生都给了药，加在一起一天要吃10几种。各位要知道，药物之间是会打架的。很多时候长辈头晕、记性变差、整天迷迷糊糊，并不是真的老糊涂了，而是多种药物交互作用产生的副作用。如果您或您的父母目前正在服用5种以上的药物，我强烈建议下次看诊时把所有的药都带去，找一位家庭医学科或老年医学科的医师帮您做一次全面的用药整合。减法有时候比加法更能救命，保持头脑清醒，这是我们70岁以后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。第3件事是75岁了，还有一个可以互相依偎的老伴，或者有一圈温暖的人际关系。拥有老伴并不等于就一定幸福。我见过太多70、80岁的怨偶，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像陌生人一样彼此冷漠，甚至有的到了这把年纪，还在为几十年前的芥蒂争吵不休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这样的晚年，再有钱再健康，内心也是孤独寒凉的。前阵子我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位老同事，他一直唉声叹气，一问才知道他老伴嫌他退休后整天在家碍手碍脚，两人关系越来越僵，闹到要分居。他感叹说，年轻的时候以为努力工作把家里养好就够了，没想到到了晚年，家里却是一片冰凉。各位观众朋友，75岁以后，如果老伴还在身边，还健健康康，那真的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这份缘分比任何财富都要珍贵。我在这里诚恳地请各位长辈们做一件事，从今天开始少一点计较，多一点感谢。不用什么大动作，可以是睡前说一句辛苦你了，可以是吃饭的时候帮对方夹一筷子菜，可以是出门的时候轻轻拉一下对方的手，这些小事才是晚年幸福真正的样子。当然，人生无常，有时候老伴不一定能陪我们走到最后，所以除了珍惜老伴，我还想给75岁的朋友们开一贴处方，那就是一定要把老朋友找回来。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80多年，追踪了700多人一生的研究，他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让我们身心健康、老而弥坚的最大秘密。社交活跃的人，大脑退化得更慢，心脏也更强健。反过来，长期孤独的人，健康风险就像一个抽着烟的人，伤害是缓慢的，但是真实的，不管是公园里的骑友、社区大学的同学，还是教会的教友，请把这些关系维持好、经营好。这些温暖的人是您晚年的一道安全网。万一哪天老伴先走了，或者儿女不在身边，这些老朋友能陪你去散步，陪你说话，陪你晒太阳，这种心灵的滋养，比任何补品都有效。聊完了75岁的3件事，我想再和各位分享一些75岁之前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的生活基础。这些事做好了，75岁的状态才会真的好看。第一是吃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但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，吃好饭不只是能吃，更要会吃。我观察过很多真正的长寿老人，他们在饮食上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从不暴饮暴食，定时定量，饮食多样，不挑食也不忌口太多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牙齿咀嚼能力和肠胃消化能力都会下降。如果你现在还能保持良好的食欲，牙齿咬得动，吞咽顺畅，消化吸收没问题，那你的身体机能真的还非常优秀。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，我建议饮食要3多3少，多蔬菜水果，多优质蛋白质，多水分，少盐少油少精制糖。
腰腹部的脂肪是慢性发炎的温床，少吃精制糖和精制碳水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，减轻关节和心脏的负担。第二是排，这话题可能有点不雅，但在医学上，大小便的状况是判断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指标。能够规律顺畅的排便，代表你的消化系统、代谢系统运作正常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便秘绝对不是小事，它会增加负压，直接拉高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风险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，如果发现自己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出现血便，一定要尽快就医，不要拖。日常要多喝水，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，养成固定的如厕时间，这些都是维持肠道健康最基本、最有效的方法。第三是睡。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来说，睡一个好觉已经成了一种奢望。年过70，褪黑激素分泌减少，睡眠变浅，容易惊醒，这是生理规律。但如果你还能做到顺其自然的入睡，夜里不需要频繁起夜，第二天醒来感觉神清气爽，那你的身体自我修复能力还在。恭喜你，睡眠是身体的大修场。人在深度睡眠时，大脑会清除一整天累积下来的毒素，免疫系统会进行修复，细胞会更新再生。长期睡不好的人，血压容易升高，免疫力下降，认知功能也会加速退化。如果你有失眠困扰，我建议不要急着依赖安眠药，可以先从调整睡眠习惯入手，固定时间上床和起床，睡前1小时避免使用手机和荧幕，卧室保持安静和凉爽，下午3点以后避免喝咖啡和浓茶。这些方法看起来简单，但坚持下去，很多长辈都能慢慢改善睡眠质量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运动的重要性。生命在于运动，但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，运动不是比速度、比强度，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持续去做。散步、打8段锦、简单的伸展操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我特别推荐大家每天走路30分钟，不需要很快，就是稳稳的走，手臂自然摆动。这个习惯能同时照顾到心肺功能、下肢力量和精神状态，是老年人最安全、收益最高的运动。不合时宜的激烈运动，不仅过犹不及，还可能造成关节损伤或意外跌倒。70岁以后跌倒的后果，往往比你想象的严重很多。好，聊完了身体层面，最后我想带各位把视野拉得更宽一点，谈谈什么是真正有质量的晚年。哈佛大学那个持续了80多年的成人发展研究，追踪了700多个人的一生，得出了几个非常动人的结论。第一，最幸福的人往往有过温暖的童年经历。幼年时得到过爱与温情的人，长大以后更容易与人建立信任关系，更容易找到真挚的友谊和伴侣，事业也更容易成功。但如果你的童年并不幸福，也不要灰心。研究者说得很清楚，童年并不决定你的一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只要你愿意去修补，去建立新的关系，曾经受过的伤是可以慢慢愈合的。第二，他们发现一生都在追求爱、给予爱、接受爱的人，老年时的幸福感明显更高。不管是对老伴的爱、对子女的爱，还是对朋友的爱，这种连结的感觉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。第三，最关键的结论是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让我们活得更长、更健康、更快乐的最重要因素，没有之一。不是钱，不是名，是关系，是那种在你最难熬的时候，有人愿意坐在你旁边陪你的感觉。第四，他们特别点出，酗酒是很多人晚年不幸的根本起因，而不是结果。很多人以为是因为日子过得不好才喝酒，但研究数据显示，往往是一个人先开始失控的喝酒，酒精损伤了他的大脑和情绪，才导致了家庭破裂、事业失败。所以适度饮酒甚至戒酒是一件值得认真考虑的事。第五，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，人是可以终身成长的。即使是在中年时仍然苦闷、活得不快乐的人，也可以在60、70岁之后，通过调整心态、
改变生活方式，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好晚年，这一点给了我们所有人希望。最后，我想说一件我亲眼见过的事。我认识一位78岁的陈老伯，他年轻时脾气很硬，和太太关系也一直时好时坏，跟孩子也有些隔阂。但在60多岁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让我非常敬佩。他把家人叫到身边，认真地谈了一次，说出了自己以前想说却一直没说出口的道歉和感谢，也和家人说清楚了，如果有一天自己病得很重，他不希望用维生机器延长生命，他希望可以有尊严地走。那一次谈话把他们家好多年的心结都解开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和太太的关系反而变得越来越好，每天傍晚在社区公园散步，牵手这件事是他们晚年生活里最动人的风景。这就是70岁以后最高级的人生智慧，不是跑得多快，不是挣得多少，而是能放下，会感谢，懂珍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75岁还能做到的3件事，到身体的吃喝拉撒睡，再到哈佛大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。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，当我们老了，只要我们认清自己，把握当下，从现在起，从每一顿饭，每一个觉，每一次与老伴的温和对话开始做起，我们都能为自己走出一条健康、有尊严、有温度的晚年之路。75岁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美好旅程的起点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健康大家谈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请记得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关心的家人和老朋友，让更多人能从中受益。我是主播张宏志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